可能是因为俄罗斯的统帅部门顾及到政治影响有自己的考虑，也就是宁可多花一点时间，多付出一点牺牲，也不能将乌克兰的城市炸成废墟，不能形成这种血的仇恨。各位网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我说的是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推进迟缓吗？不要被海湾战争100小时地面战给蒙蔽了。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好几天了，到3月5号俄军只是前捐了乌军的第53旅，还是没有攻克基辅。于是有人就用1991年海湾战争时的美国沙漠军刀行动作为对比，认为俄军的行动太迟缓。这种说法呢比较片面，没有考虑到两场战争的差别。这两场战争有4个主要的差别，分别是距离、地形、火力准备和兵力对比。从距离的角度来分析，科威特是全球有名的袖珍国家，东西距离只有190公里，南北距离只有180公里。而乌克兰是欧洲的大国，虽然比不上中美俄，但领土面积比科威特大几十倍。乌克兰南北距离达到700多公里，东西距离达到1300多公里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。从俄罗斯陆军现在的态势来看，是要把乌克兰军队的主力完全合围在东部，也就是说俄罗斯陆军要形成一个上千公里尺度的超大的口袋，这比多国部队在科威特的作战范围要大得多了。乌克兰也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攻打过的最大的目标。2次车臣战争都是针对 1.7 万平方公里的车臣。格鲁吉亚面积只有 6.97 万平方公里，克里米亚面积是 2.55 万平方公里，而乌克兰的面积是60万平方公里。然后是地形问题。海湾战争的沙漠军刀行动在1991年的2月24号发起，而这个时候正是波斯湾地区气候最好的时候，天气不冷不热。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一带几乎从来都不下雨，地面很干燥，非常便利于装甲部队的大规模的开进。而乌克兰的情况是完全不同。我们从画面上看到，虽然当地的温度还很低，但是毕竟已经开始进入了春天，土地开始变得泥泞，对于装甲、坦克这些车辆并不友好，已经出现了好几个案例俄罗斯的军用车辆因为淤陷而被迫放弃。当然了，这里面也有俄军车辆性能的问题，无论是越野的开进速度还是可靠性可能都不如西方的同类的型号，再加上后勤跟不上，给部队的穿插包抄造成了很大的困难。第三是火力准备。沙漠军刀行动发起之前，多国部队已经向伊拉克军队进行了40多天的持续的空袭轰炸，不但击溃了伊拉克陆军的主力，也打垮了他们的士气。到沙漠军刀行动发起的时候，伊拉克军队已经基本上失去战斗力了，能够一起逃跑的部队就算是有组织有纪律了。而在乌克兰战争发动之前，俄罗斯没有实施大规模的空袭，甚至连炮火准备都很少。乌克兰军队虽然遭到了一些打击，但是并没有崩溃。最后一个就是兵力对比的问题。多国部队在伊拉克和科威特战场周围是集结了大约70万大军，以70万强大的兵力打击伊拉克的惊弓之鸟，效果是可想而知的。伊拉克军队虽然数量众多，但是已经完全丧失了斗志，所以沙漠军刀才形成了小刀切黄油的效果。而俄罗斯这次投入的兵力是非常有限的，按照美国的说法，俄罗斯一共集结了17万人左右。从这个角度看呢，我们可以认为俄罗斯这一次进攻乌克兰呢，在兵力投入和火力准备上都是有些不足的，所以肯定打不成闪击战的。可能是因为俄罗斯的统帅部门顾及到政治影响有自己的考虑，也就是宁可多花一点时间，多付出一点牺牲，也不能将乌克兰的城市炸成废墟，不能形成这种血的仇恨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乌克兰战争与沙漠军刀行动是没有任何可比性的。今天的这场战争是非常特殊的，找不到什么历史的类比，特别是领导人的决策能力，它将会成为战争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案例。好，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。